欢迎来到新闻频道，明星们很高兴您订阅了该频道。赵丽颖、肖战遭遇偏见，甘薇挺身而出，呼唤观众认真看待演技。心里的偏见就跟座大高峰一样，重得让人喘气。在娱乐圈，偏见的刀子可从来没有缺席过。就算赵丽颖拿着飞天金鹰双料影后的大满贯，依然有不少人对她在《酱园弄》里的表现挑三拣四的，真是火力全开。肖战就像是一颗闪亮的星星，结果人家说他顶多就值个帅，简直成了个走量器，连演艺圈的门槛都没资格踩上。当大家吵得不可开交，甘薇一站出来痛快支持，立马把肖战和赵丽颖送到了热搜榜上，恰好揭穿了他们窝里跳的那些小把戏，还顺便给所有演员敲了个警钟。一直以来，赵丽颖在娱乐圈里总是像个被遗忘的孩子，大家心照不宣都知道这事儿。不少场合里，大家总能见到她一个人愣在那儿。2019年的星光大赏那些明星放简直就是稀世珍品。瞧瞧，大家伙都坐成一片，杨幂和迪丽热巴上台的时候还互相拉着扶。赵丽颖不仅没有跟大家一起坐，反而独自提着裙子冲上舞台。再过1年就要过微博的春晚了，一群女明星在一起拍照，她倒是一脸茫然到处瞅。一旁的笑声闹得像过年一样，赵姐却像被遗忘的孤魂，冷得跟冬天似的。接着大家伙一起上去献艺，她却懒得跟着走。更让人感兴趣的是，在闪光灯和晚会舞台上，赵丽颖的身影越来越像是消失的幽灵。2023年微博之夜第20条剧组闪闪发光全员到齐，就差她这一颗星了。2024年跨年狂欢，明星们都在奢华拼花样，她的名字偏偏没在参加名单里。她老是缺席，一方面让外面的人更加猜疑她被圈子里的人排挤，也让大家更想知道她在娱乐圈到底过得咋样。跟那些专业培养出来的演员比起来，赵丽颖这位中专毕业的姑娘总是被打上学历不高的标签，真是让人哭笑不得哟。盼望那些曾经在大学里混日子的演员。这几句话简直把偏见演绎得透彻明了。更有意思的是放映之后大家的争论热潮。汪海林一边夸赞着章子怡他们，突然嘴一转就开始聊赵丽颖了。俩85后姑娘比，看杨幂的表现简直牛的一批，赵丽颖比起她就像小绵羊。甚至来个炸裂的争论结论，没啥人会乐意去那电影院学东西，尤其是听花千骨讲课的。可能他瞅着西林的演出风格和情感交流，脑袋里蹦出赵姐在花千骨那会儿那种比较像偶像理想化的表现方式。拿2个相隔10年的作品比一比，这就像拿泡面跟大餐较劲，听着就不太靠谱吗？他这位非专业人士好像一直扛着演技不够扎实的包袱，真是累呢。就算风吹半夏拿了飞天奖，还是摆脱不了当初那一堆角色给他贴上的烙印。肖战的遭遇跟赵姐有点像，有点小相似哈。他早先靠花千骨等剧混进了娱乐圈的流量榜，他靠陈情令一下子圈了一大帮粉丝，慢慢变成了娱乐圈的超级明星。跟那些正儿八经学表演的演员不一样，肖战进娱乐圈的路就像一出跌宕起伏的连续剧。以前他心目中的明星圈就像个华丽的糖果铺子，他从小就跟画板做朋友，大学的时候还专门学了怎么把图弄得更好看。毕业之后，他居然当上了设计师，真是把画笔扛在肩上，满世界找灵感。干活大体上就是瞎琢磨个作品，然后把它塞给客户。光从这个行业来看，就跟演戏无缘呐。自打小子开始涂鸦，肖战的感知能力就像开了挂一样。可是2015年那时候，命运的机器偷偷的开始咕噜咕噜转了起来。当年有个节目叫《别停，少年》，
结果肖战被他们找上了。因为对歌唱的狂热，心里想着就试试呗，肖战便兴冲冲地走上了那个完全不熟悉的选秀舞台。现实很快给他开了个大大的玩笑，头一回在训练营压腿，疼得他差点傻了。这会儿也在自问，我到底在搞啥呢？他心想，反正都来了，就算砸锅卖铁也得把这事儿搞定，硬是咬牙坚持了下来。最后，他终于以组合小伙伴的身份闪亮登场，正式进军娱乐江湖。接下来的几年里，肖战一边撩着音乐，一边也混进了影视圈。当然啦，他在《狼殿下》等剧里的演技就跟小白兔一样嫩得很。直到《陈情令》来了，他一下子从无名小卒摇身一变成了网红。2019年那个火辣辣的夏天，他和王一博一起上阵，双男主剧在网络上简直是炸开了锅。这两个家伙慢慢就爬到了人气的顶峰，赚的钱和知名度简直像火箭一样上天。说到肖战，大家都觉得他是圈内的顶级牛人，简直没得比。光鲜背后全是让人捉摸不透的疑惑。这玩意儿的骑士可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。当一堆偶像跑去演戏，有的连台词都懒得认真念，只会用死鱼眼瞪着镜头，或者是脸上的表情夸张的像是在做鬼脸。这让不少观众心里面种下了个观念，流量就是演技的苦难源泉。许多人就理所当然的觉得肖战就是个长得好看但没啥内涵的花瓶了，这就让不少人对他的作品和演技视而不见了。几年，肖战接二连三的跑去跟徐克那些大导演拍大戏。有人说导演这是为了讨好观众的拥抱流量，根本没把演技这回事放在眼里。今年哪吒2票房火爆，结果《射雕英雄传》却只挣了6.89亿，评价也有好有坏，居然有人开始怀疑男主角是不是选错了人。肖战见了徐克2回，就轻松到手那个角色。合作过的郑晓龙一提到他，就像在喝米汤似的，畅快的不得了。哪怕肖战一场又一场地拼命演出，把自己整得跟个新的人似的，还是有不少观众老死不相往来，不愿意把他放在真演员里边。他在大荧幕上每走一步，就像是在偏见搭建的围墙里摸索着前进，真是辛苦的像个搬砖工。这帮观众的隐形冷落，真是让人忍不住要琢磨琢磨啊。甘薇在直播里跟大家唠叨了俩人，为啥肖战和赵丽颖就不能算是实力派演员呢？他们俩简直就是演技的代名词啊！这句话像个大喇叭一样，直接把你吵醒了。在他眼里，郝秀梅和高月香都被赵丽颖演得飞起，简直是惊艳。还有肖战的《藏海传》，简直像开了火箭，演技杠杠的，挑不出毛病来。这一段话简直是一针见血，把两人的被冷落真相撕得透亮。赵丽颖家里条件挺普通的，她年轻时可是当了不少群众演员呢。凭借《陆贞传奇》出名后，她可没打算就此混日子。她就像个百变神通，工商、农民、王爷，各种角色都被她挑战得淋漓尽致。慢慢的，她也成了捧着飞天视后那些奖牌的演技高手。这小姑娘就是喜欢演戏，热爱得不得了，总是躲着各种活动，老老实实拍她的戏。她跟那些只想赚快钱、安逸过日子的娱乐圈人儿格外不搭，这可能就是她被疏远的真正原因。再瞅瞅肖战，甘薇除了大力支持他在《藏海传》里演技的飞跃和冲击力，他死活不承认肖战除了长得像个仙男，其他没啥优点这个说法。我希望那些朋友能认真看看肖战的作品，别光顾着在那恶心他。甘薇觉得肖战不仅会演戏，还能唱的那叫一个好。这话咋就没对那些心里有鬼的肖战黑粉说呢？这事啊，郑晓龙之前也吆喝过，说美丑宣传对流量小生伤害大，还夸肖战又帅气又心善。
肖战被冷落的事情，其实就是流量和演技这两个家伙在较劲，真是个顶呱呱的斗法啊！他既是当红炸子鸡，又想换个新风格，结果成了大家争论的对象。最后，甘薇对那俩演员的点评，简直就是给所有演艺圈的小伙伴敲了警钟。只有不停地用作品来撕掉那些成见，才可以在这个复杂的行业抓住自己的命根子。就靠过硬的演技，观众才能记住你，不然就是个路人甲。就像那个出身普通、拼命奋斗的赵丽颖，用一大堆奖杯来狠狠打脸那些说她不行的人。肖战这小子从个普通人摇身一变成了大明星，靠《藏海传》把那些歧视全给撅了。另外，在这个争名夺利的圈子里，想保持演艺事业的本色可真是难上加难。就盼着这俩人在那花样百出的娱乐圈里，别被外头的乱七八糟搞晕了，继续用他们的好作品来拯救世界。归根结底，观众心里真正记得和认可的，还是那些演员在屏幕上演出来的一个个生动的人物。在这个靠学历、热度和关系来评头论足的圈子里，赵丽颖从陆贞传奇一路飙升到风吹半夏，完成了大逆袭。而肖战也在《狼殿下》之后，凭借《藏海传》成功升级啦。甘薇的吼声和他们俩的过往，全都在打广告一样告诉我们：偏见就像座高山，但每一部认真创作的作品，都是那把能劈开山的利器。